南城鎏金酒店的頂層宴會廳，燈火璀璨，水晶燈流光溢彩，映照着滿場衣香鬢影的權貴名流。今晚是蘇浩和未婚妻林薇薇的訂婚宴，可身處人群中的蘇浩卻像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類。一身洗得發白的廉價西裝，襯得他身形單薄，與周遭奢靡浮華的氛圍形成刺眼的對比。3年前，蘇浩父母意外離世，偌大的蘇家一夜崩塌，曾經衣食無憂的富家少年，轉眼淪為無依無靠的落魄窮小子。人情冷暖，親友四散，唯有當時的未婚妻林薇薇信誓旦旦承諾不離不棄，說願意陪他熬過所有低谷。蘇浩信了這份真心，3年來身兼數職，打3份工，拼命掙錢，省吃儉用，把所有的收入悉數交給林薇薇，供她獨顏，買奢侈品，傾盡所有托舉她的光鮮生活。他滿心以為這場訂婚宴會是兩人苦盡甘來的新起點，可現實給了他最殘忍的一擊。此刻的林薇薇妝容精緻，身着高定禮裙，親密挽着中年富商張總的手臂，看向蘇浩的眼神裡只剩極致的嫌棄與冷漠。蘇浩，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一身的攤貨，站在這裡只會讓我丟人。當初我真是瞎了眼，陪你耗了3年青春。身旁的張總大腹便便，身家千萬，是南城小有名氣的建材老闆。他油膩的手掌緊緊箍着林薇薇的腰，居高臨下的睥睨着蘇浩，語氣滿是戲謔與輕蔑。小子，識相點自己滾！薇薇跟着你，一輩子只能擠出租屋，吃廉價外賣。我能給她豪車別墅，名牌珠寶，你拿什麼跟我比？周遭賓客紛紛側目，細碎的嘲諷議論聲密密麻麻鑽進蘇浩的耳朵，像無數根細針刺痛他的自尊。所有人的目光裡都是戲謔、鄙夷與看熱鬧的漠然。蘇浩攥緊雙拳，指節泛白，胸腔裡翻湧着委屈、憤怒與心碎。他死死盯着林薇薇，聲音沙啞：3年來，我所有的錢，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都給了你。你當初說的不離不棄，全是假的嗎？愛情不能當飯吃。林薇薇嗤笑一聲，猛地扯下脖子上蘇浩送她的唯一一條珍珠項鏈，狠狠摔在大理石地面上，珍珠碎裂四散，一如他們破碎殆盡的感情。你連一套婚房首付都拿不出來，憑什麼娶我？張總已經答應我，訂婚結束就送我江景大平層，下周帶我出國旅遊，這些你這輩子都給不了我。張總順勢上前，狠狠一把推在蘇浩胸口，蘇浩踉蹌後退，後背重重撞上冰冷的承重柱，疼得他眉頭緊蹙。窮鬼，別擋路，別在我們的好日子上礙眼，再糾纏不休，我直接讓人把你扔出去。話音落下，幾名酒店安保立刻上前，伸手就要拖拽蘇浩。全場哄笑四起，蘇浩站在原地，屈辱感席捲全身，他以為自己今晚注定要淪為全城笑柄，狼狽離場。就在這絕境時刻，宴會廳厚重的實木大門被侍者恭敬推開，喧鬧的會場瞬間死寂，所有交談、哄笑盡數戛然而止。一道高挑清冷的身影緩步走入大廳，女人身着黑色高定長裙，長髮鬆挽，肌膚勝雪，眉眼淡漠疏離，周身縈繞着生人勿近的頂級氣場。數十名黑衣保鏢分列兩側，助理團隊緊隨其後，陣勢浩大。是葉清淵，南城頂級豪門葉家唯一繼承人，執掌千億規模的清淵集團，橫跨地產、
金融、新能源三大核心賽道，是能单手搅动南城商界格局的頂級大佬，無數富豪擠破頭都攀附不上的存在。全場眾人盡數屏息，就連囂張跋扈的張總臉色瞬間慘白，慌忙鬆開攬着林薇薇的手，躬身低頭，渾身止不住發抖。沒人能理解這般頂層人物為何會親臨這場普通的訂婚宴。葉清淵無視所有人的注視，清冷的目光穿透人群，精準落在狼狽不堪的蘇浩身上。那雙淡漠的眼眸褪去所有寒意，藏着一絲旁人看不懂的溫柔。他徑直穿過人群，走到蘇浩身前，抬手輕輕拂去他肩頭的灰塵，聲音清冷柔和，清晰傳遍整個宴會廳。蘇浩，讓你受委屈了。蘇浩徹底怔住，大腦一片空白。他與葉清淵素未謀面，毫無交集，想不通這位千億大佬為何會專程趕來為自己解圍。林薇薇徹底慌了，瞬間褪去囂張，慌忙上前討好。葉總，您不了解情況，他只是個一無所有的窮小子，根本不值得您費心。葉清淵的助理立刻上前打斷，語氣冰冷凌厲。林小姐，張先生，即刻起，清淵集團旗下所有產業永久終止與二位的一切合作。張先生名下建材公司所有合作渠道全部收回，3日內凍結全部資金鏈，強制執行核查。張總雙腿發軟，冷汗浸透全身，慌忙跪地求饒。葉總，我錯了，是我有眼無珠，冒犯了蘇先生，求您手下留情。他轉頭遷怒林薇薇，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臉上，清脆的巴掌聲在死寂的大廳格外刺耳。林薇薇瞬間臉頰紅腫，淚水奔湧而出，難以置信地看着蘇浩。葉清淵側身將蘇浩護在身後，眼神冷冽如霜。貪慕富貴，背棄真心，這是你應得的下場。蘇浩是我傾力扶持的人，得罪他就是與整個葉家為敵。說完，他看向失神的蘇浩，輕聲道：跟我走。走出宴會廳，坐進千萬級邁巴赫車內，蘇浩終於壓下心底的震撼，開口詢問緣由。葉清淵緩緩道出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多年前，8歲的他隨父親外出考察，遭遇劫持，隨行保鏢盡數被牽制。危急關頭，路過的蘇浩父親挺身而出，拼死重傷歹徒救下他，事後分文不取，默默離去。葉家多年苦苦尋覓恩人，最終得知蘇父早已意外離世，只留下蘇浩孤身一人。這些年，葉清淵一直默默關注蘇浩，看着他負重前行，受盡搓磨，今日親眼目睹他當眾受辱，再也無法冷眼旁觀。我給你2個選擇。葉清淵目光真摯而堅定。第一，我直接給你10億現金，保你一生衣食無憂。第二，我傾盡葉家所有資源，手把手帶你經商鋪路，3年內扶你登頂南城首富之位，讓你再也無人敢欺。10億巨款足以讓普通人富足一生，但蘇浩想起方才的屈辱，想起父輩曾經的榮光，骨子裡的傲氣與不甘徹底迸發。他握緊拳頭，語氣鏗鏘：我選第2條路，我不要施捨，我要憑自己的能力，配上你的資源，親手奪回屬於我的一切。葉清淵眼底掠過贊許，唇角揚起一抹淺淡笑意。好，從今往後，我就是你的靠山，所有風雨，我替你擋。當晚，葉清淵將市中心頂級豪宅博悅公館的頂層複式房卡交給蘇浩，讓他安頓下來，並叮囑他次日9點到清淵集團總部報到。一夜之間，落魄窮小子
逆轉命運，手握豪宅，背靠千億財團。蘇浩望着窗外璀璨的南城夜景，在心底暗暗立誓，絕不辜負這份來之不易的扶持。次日清晨，蘇浩換上葉清淵專人送來的定制西裝，身姿挺拔，氣度斐然，徹底褪去往日的落魄青澀。抵達清淵集團大廈，前台見到他的專屬通行卡，態度極致恭敬，一路將他引至頂層總裁辦公室。整層頂樓視野開闊，俯瞰全城，精英團隊各司其職，氛圍高效嚴謹。葉清淵早已等候多時，桌上擺放着完善的項目計劃書。他沒有多餘寒暄，直接切入正題，為蘇浩規劃第一條創業賽道：新能源充電樁。新能源是未來10年的黃金風口。葉清淵將文件推至他面前，我給你5個億啟動資金，調配全套專業運營團隊，葉家所有閒置地皮免費供你落地項目，你無需操心瑣事，只負責把控核心決策。如此頂級資源，是無數創業者畢生難求的機遇。蘇浩沒有絲毫浮躁，認真研讀項目細節，虛心請教行業痛點、市場布局和風險管控。葉清淵傾囊相授，從招商談判、場地選址到資金管控、團隊管理，逐一耐心指導，毫無保留。正當二人商討細節時，助理進門匯報，林薇薇與張總在樓下糾纏不休，執意要見蘇浩。蘇浩沉吟片刻，應允讓二人上來，徹底了結過往恩怨。片刻後，妝容花亂、憔悴不堪的林薇薇衝進辦公室，一把拉住蘇浩的手臂，痛哭哀求：阿浩，我知道錯了，我是一時貪慕虛榮，糊塗了。我心裡真正愛的人一直是你，我們復合好不好？張總公司快要破產了，我現在一無所有，只有你能救我。緊隨其後的張總，頭髮花白，神色頹敗，卑微鞠躬道歉：蘇先生，是我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您。蘇浩輕輕甩開林薇薇的手，眼底毫無波瀾，只剩徹底的冷漠。當初你棄我如敝履，當眾踐踏我的尊嚴，選擇富貴的時候，就該想到今日的結局。3年真心早已被你親手碾碎，覆水難收，恩怨兩清。葉清淵適時開口，徹底斬斷二人的念想。我昨日說過，得罪蘇浩就是與葉家為敵。南城所有企業、商圈永久禁止二人入職、入住，徹底斷絕你們在南城的所有生路。保鏢隨即上前，將崩潰哭喊的二人強行帶出辦公室。看着徹底落幕的過往，蘇浩心境愈發通透，不再被兒女情長牽絆，全身心投入事業之中。接下來的1個月，蘇浩扎根項目一線，凡事親力親為，跟着團隊實地考察商圈、小區、高速服務區，測算人流與成本，打磨運營方案。即便有頂級團隊兜底，他也從未懈怠，熬夜復盤數據，優化布局。葉清淵時常放下自身工作，陪同他外出洽談，但凡遇到難纏的合作方，只需他一句表態，所有難題盡數化解。憑借精準的布局和頂級資源加持，短短1月，南城核心區域全部落地蘇浩的充電樁設備，線上線下同步推廣，客流量暴漲，首月純利潤突破1000萬。初見成效後，蘇浩沒有止步眼前利益，敏銳察覺到行業短板，主動提出布局新能源電池回收產業鏈，打造完整商業閉環。葉清淵十分認可他的格局與眼光，當即追加8億資金，劃撥2座大型現代化工廠供他運營。蘇浩的名字迅速在南城商界崛起，人人皆知這位年輕新貴
背靠清淵集團，前途無量。無數中小型企業老闆爭相上門攀附送禮，尋求合作機會，其中就有不少蘇浩的昔日同學。一次偶然的同學聚會，當年刻意疏遠、嘲諷過蘇浩的老同學，如今盡數換了一副諂媚面孔。曾經最愛欺負他的同學王鵬，端着酒杯百般討好，想要蹭取項目資源，分一杯羹。面對眾人的功利吹捧，蘇浩始終冷靜自持，淡然應付，沒有答應任何私利邀約。離開後，葉清淵輕笑發問，為何不借機拓展人脈？蘇浩從容作答，他們看重的不是我，是你背後的葉家資源。功利拼湊的合作毫無意義，只會拖累項目進度。做生意貴在志同道合，踏實共贏。葉清淵心中愈發欣賞，他最初只是為報恩扶持蘇浩，可相處日久，他愈發清楚，這個少年不僅吃苦耐勞、踏實肯幹，更有着遠超同齡人的格局、定力與清醒，稍加打磨，必成大器。蘇浩的新能源產業飛速崛起，迅速搶佔南城大半市場份額，動了老牌行業巨頭趙氏集團的蛋糕。趙氏集團董事長趙四海深耕行業10餘年，根基深厚，心胸狹隘，無法容忍後輩彎道超車，當即展開惡意打壓。第一輪打壓是輿論圍剿，趙四海暗中散布謠言，謊稱蘇浩旗下充電樁設備存在安全隱患，電池廠排污超標，資質不全，即將被政府查封。謠言快速擴散，大量合作商心生忌憚，紛紛終止合作，站點客流量驟降，工廠訂單斷崖式下滑。緊接着，趙四海動用多年人脈，打通監管部門人員，對蘇浩的所有站點突擊檢查，刻意揪出細微問題，開出高額罰單，逼迫多處站點停業整改。不僅如此，他還僱傭閒散人員，深夜破壞充電樁設備，惡意製造數十萬經濟損失。公司運營團隊人心惶惶，負責人焦急萬分，勸說蘇浩暫時收縮業務，避其鋒芒。但蘇浩異常冷靜，他深知退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他一邊安排團隊全面收集謠言截圖、設備損壞監控、不合理處罰單據等所有證據，一邊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全套資質與環保檢測報告，正面澄清謠言，同時報警追責惡意破壞人員。可趙四海依舊不肯收手，變本加厲開啟價格戰，以低於成本的報價截胡蘇浩敲定的高速服務區重大合作項目，企圖用資本消耗拖垮新生企業。持續的打壓讓公司虧損不斷擴大，部分員工心態動搖，甚至有人暗中跳槽至趙氏集團。蘇浩連日熬夜處理危機，眼底布滿青黑，壓力倍增，卻始終沒有主動向葉清淵求助。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渡過難關，證明自己值得這份扶持。葉清淵早已洞察所有風波，主動整理好趙四海違法違規的全套實錘資料，找到蘇浩，語氣帶着一絲心疼。我扶持你，是讓你乘風破浪，不是讓你孤身硬扛所有風雨。趙四海敢動我的人，就是挑釁葉家的底線。不等蘇浩多說，葉清淵已然出手布局。他當即聯動稅務、環保、市場監管多部門高層，對趙氏集團展開全方位徹查，曝光其多年偷稅漏稅、違規排污、商業壟斷的全部違法行為，同時切斷趙氏集團所有合作渠道與資金鏈路，清淵集團全面終止一切合作，截斷其資本命脈。此外，被搶走的高速項目由清淵集團全資入股，重新交由蘇浩全權運營。雷霆手段之下，南城商界掀起巨震。
短短3日，風光數十年的趙氏集團賬戶凍結，廠區查封，股價暴跌，徹底瀕臨破產。趙四海慌不擇路，親自登門卑微求饒，願意讓出半數產業，只求從輕處置。面對昔日不可一世的行業大佬，蘇浩態度坦然公正。商場競爭當光明正大，你靠造謠、賄賂、惡意打壓牟利，今日結局皆是自作自受。你的產業我不會接手，你只需依法接受處罰。最終，趙四海因多項違法罪名入獄，趙氏集團徹底破產清算。這場危機徹底掃清了蘇浩事業路上的阻礙，他的新能源產業徹底壟斷南城市場，業務快速拓展至周邊3座城市，公司估值短短2個月暴漲至30億。經此一役，整個南城商界徹底認清現實，蘇浩有葉清淵無條件撐腰，是絕對不能招惹的存在。無數大型企業主動遞來合作邀約，爭相與蘇浩達成長期戰略合作，他的商業根基徹底穩固。事業穩步攀升的同時，蘇浩與葉清淵的關係也愈發親近。褪去商界大佬的強勢外殼，葉清淵內心細膩柔軟，從小背負整個葉家的重擔，常年緊繃防備，從未擁有純粹的真心相待。無數人靠近他，皆為利益，唯有蘇浩始終真誠坦蕩，不攀附，不諂媚。一個雨夜，2人加班核對海外拓展方案，葉清淵罕見袒露心聲，訴說年少的孤獨與重壓。蘇浩心生動容，輕聲許諾，往後我陪你，我會憑自己的實力站在你身邊，替你分擔所有壓力。四目相對，朦朧的情愫悄然滋生，2人默契的沒有戳破，將這份心意藏於心底，並肩奔赴更遠的前路。穩住新能源核心主業後，蘇浩不再局限單一賽道，在葉清淵的精準指導下，開啟多元化產業布局，全方位擴張商業版圖。他率先入局房地產行業，南城城東規劃全新政務區，是未來城市核心發展板塊，優質地塊成為各大房企的爭奪焦點。葉清淵提前拿到官方內部規劃文件，精準鎖定核心黃金地塊，劃撥20億專項資金，助力蘇浩成立獨立地產公司，參與競拍。競拍現場，多家老牌房企輪番抬價，試圖擠壓蘇浩的報價空間。就在競爭白熱化之際，葉清淵親臨現場，一句清淵集團全額背書蘇浩地產公司，瞬間震懾全場。所有房企無人再敢加價，主動退出競爭，蘇浩輕鬆拿下3塊核心地塊。依托葉家完善的建築供應鏈，樓盤建設成本大幅壓縮。蘇浩創新打造新能源綠色智能住宅，將自有充電樁、節能系統融入樓盤配套。樓盤尚未完工，預約認購名額便被搶購一空，一期開盤直接盈利10億，地產板塊一炮而紅。新能源、地產雙賽道並行，為蘇浩積累了豐厚的原始資本。他再度精準布局，瞄準本地互聯網生活服務賽道，投入重金打造一站式生活服務平台，整合餐飲、出行、家政、商超等資源，實現線上線下聯動運營。葉清淵為他引薦國內頂尖互聯網技術團隊，追加10億研發資金，全方位賦能平台發展。平台上線半年，用戶量突破500萬，迅速成為南城頭部生活服務軟件，實現持續穩定盈利。短短1年時間，蘇浩手握新能源、地產、互聯網3大核心產業，旗下擁有20餘家分公司，員工超萬人，個人身價突破200億，成功躋身南城頂級富豪行列，距離首富寶座僅一步之遙。昔日欺辱、
輕視他的人盡數落幕。林薇薇失去所有出路，只能靠底層零工勉強糊口，徹底消失在高端圈层。張總負債累累，四處躲債。曾經趨炎附勢的同學，冷眼旁觀的親友，紛紛上門攀附求幫扶，盡數被蘇浩委婉回絕。期間，蘇家遠房親戚組團上門索要巨款資助，仗着早年些許微薄接濟，貪得無厭索要上億資金，不滿足便聚眾鬧事，抹黑蘇浩忘本。蘇浩本念極腹背情分，願意適度幫扶，可對方得寸進尺，毫無底線。葉清淵得知後，直接安排律師出具法律聲明，杜絕一切不合理索取，同時安排安保維持秩序，徹底平息鬧劇。他告誡蘇浩，善良必有底線，無度的縱容只會滋生貪婪。你的財富是血汗拼搏所得，無需為他人的貪心買單。蘇浩深以為然，自此堅守本心，只幫扶踏實上進、真正身處困境之人，徹底杜絕無底線的施捨與退讓。年末，南城頂級商業峰會如期召開，全城富豪、商界大佬盡數齊聚。峰會壓軸環節將公布年度南城富豪排行榜，所有人都在熱議。深耕商界30年的老牌首富周明遠與異軍突起的新銳富豪蘇浩，誰能登頂榜首？老牌首富周明遠坐擁數百億地產資產，人脈遍布全城，根基根深蒂固，絕不甘心被後輩取而代之。峰會前夕，他悍然發動資本圍剿，暗中做空蘇浩旗下互聯網平台股權，惡意散布蘇浩企業現金流斷裂、產業根基不穩的謠言，動搖資本市場信心。一時間，蘇浩旗下平台股價持續暴跌，合作資本萌生退役，企業遭遇新一輪嚴峻危機。周明遠更是當眾放話，蘇浩年少輕狂，不懂資本博弈，根本不配爭奪首富之位。面對老牌首富的強勢打壓，蘇浩冷靜梳理戰局，制定精準反擊方案，卻苦於對方資本體量龐大，自身資金不足以抗衡。危急關頭，葉清淵調動清淵集團100億流動資金，全力托舉股價，同時聯合數十家頂級投資機構反向收購周明遠名下上市公司流通股份。100億資本在資本市場激烈拉扯，震動整個南城金融圈。周明遠萬萬沒想到，葉清淵會不惜一切代價力挺蘇浩，自身流動資金快速枯竭，資金鏈瀕臨斷裂，徹底無力反擊。商業峰會現場，年度富豪排行榜正式公示。蘇浩個人總資產320億，以絕對優勢超越周明遠280億身家，成功登頂，成為新晉南城首富。全場譁然，滿座震驚。1年前，受盡屈辱、一無所有的落魄窮小子，如今逆風翻盤，站上南城商業的最高殿堂，創造了南城商界前所未有的逆襲傳奇。蘇浩立身高台，身姿挺拔，氣度從容，身側的葉清淵靜靜佇立，眼底滿是溫柔與驕傲，見證着自己親手扶持的少年終登巔峰。落敗的周明遠滿心不甘，會後私下找到蘇浩，憤然質疑：你不過是靠着葉清淵的資源加持，若非他傾力相助，你根本贏不了我，這首富之位名不副實。蘇浩從容淡然，字字鏗鏘，商業競爭本就憑機緣、資源與格局。你深耕30年，積累人脈資本，我得貴人相助，順勢而起，皆是自身機緣。這1年，所有項目決策、風險把控、危機應對，皆由我親自敲定，每一步成長都腳踏實地，我當之無愧。周明遠無言以對，
只能黯然離場，徹底讓出南城首富的寶座。當晚，葉清淵在私人江景會所設宴，只為二人慶祝。落地窗外是滿城璀璨江景，晚風溫柔，氛圍靜謐浪漫。1年前的訂婚宴，你受盡屈辱，身陷絕境。如今，我兌現了所有承諾，扶你登頂首富，從此無人敢輕視欺辱你分毫。葉清淵舉杯淺笑，眼底溫柔缱绻。蘇浩放下酒杯，認真凝視着他，眼底藏着壓抑許久的深情。最初你是為報恩幫我，可我知道，一路走來，你為我耗費無數心血、資源與時間，早已不止報恩。從你挺身而出護住我的那一刻，我便心動了。他緩步上前，輕輕握住他微涼的手。我拼命打拼，登頂巔峰，不只是為洗刷屈辱，證明自己，更是為了擁有足夠的實力，堂堂正正站在你身邊，不再做依附你的弱者，能與你並肩同行，為你遮風擋雨。葉清淵心頭微動，清冷眼眸染上柔光，坦然袒露心意。起初是報恩，可相處日久，我早已動了真心。旁人接近我，皆為葉家權勢財富，唯有你，待我純粹真誠，沉穩通透，初心不改。所有的試探、隱忍、隔閡盡數消散，蘇浩輕輕將他擁入懷中。一路走來，風雨同舟，並肩作戰，低谷時相互扶持，高光時彼此陪伴。這份始於報恩，忠於真心的感情，早已根深蒂固。次日，南城爆出轟動全城的重磅消息，新晉首富蘇浩與清淵集團掌舵人葉清淵正式官宣戀情。消息刷屏全網，全城民眾紛紛送上祝福，人人豔羨這對強強聯合、雙向奔赴的商界眷侶。登頂首富並非終點，而是全新的起點。此後，蘇浩與葉清淵強強聯手，整合雙方企業資源，將新能源、地產、互聯網3大核心產業拓展至全國各大城市，穩步布局海外市場，持續擴大商業版圖，向着全國頂尖富豪行列穩步邁進。功成名就的蘇浩始終不忘初心，成立公益慈善基金會，以父母與葉清淵的名義捐資助學，建設鄉村新能源設施，幫扶困境人群，用自身力量回饋社會。歷經低谷絕境，他更懂善意與珍惜，始終守住本心與溫柔。回望來路，一場絕境相遇，一次傾力扶持。葉清淵以千億資源為梯，親手托舉落魄少年登頂首富。蘇浩以堅韌初心為鎧甲，不負扶持，不負深情，最終與他頂峰相見。世間最好的緣分，莫過於你扶我走出低谷，登至巔峰，我伴你歲歲年年，共赴山河。風雨並肩，雙向奔赴，從此山海皆可平，前路皆璀璨。